比特币什么时候还能抄底呢？如果你对这个问题感兴趣，请随我看下去。我们可以看到，我在 Bybit 上面目前依然持有这张50万美金仓位价值的比特币多单。那以太坊呢是开了20万美金的仓位价值。目前比特币有着84万台币的收入，大概是 0.7 颗比特币。那以太坊有赚了1点多颗，以太坊确实还是非常弱。不过总合起来呢，再加上资金费率，大概还是有89万，将近90万台币的收入。那如果你也觉得这个收入非常不错的话呢，非常欢迎你点击影片下方的 Bybit 链接。现在只要 KYC 入金100美金，就会送你30美金的现金，而且可以直接提币走，完全不用交易。那 BigGet 你只要入金100U，达到一定的交易量，就会送你100U 的体验金。好，我们回到盘面上吧。我们可以发现呢，我们在月线级别，我们蛮少看到月线级别的，因为月线呢真的是很大周期啊。那如果我们从比特币的牛熊，或者说4年一轮的周期来看呢，我们才有必要看到月线级别。我们可以发现啊，其实我们突破牛市的前高点的时间点呢，都是固定的，或者说都在差不多的时间范围之内。因为比特币呢，它还是按4年一轮的周期在走。我们可以发现我们的前高点啊，当时我们是2013年的牛市哦，最高点是在1200左右。好，2013牛。当时我们在2013年的牛市呢，前高是在1200左右。那直到我们到2017年的牛市哦，比特币是4年一轮嘛，对不对？2017，然后再来呢，就是我们现在啦哦，2021年啊，2021啊，就是前一轮呢，我们的前一轮牛市。那其实这3次呢，它所产生的高点啊，它所间隔的时间点呢，其实是非常的相近的，非常的相近的。好，等我一下啊。这里是2021，那我们可以发现呢，这3次牛市的顶峰啊，它下次再突破同样的高点的时候，它其实经历了时间点啊，1247天，41根月线。那2017年的这一轮呢，我们在突破高点的时候呢，是1066天，大概是35根月线。那我认为我们这一次呢，其实也会走很相同的这种行情啊。你可以看到，我们测量的呢是它再突破前高的时候呢，在突破牛市的前高的时候呢，我们经历了多久的时间？那当然，我们这一次，我认为直接取他们的中间值就好了。我认为我们会非常接近这个中间值啊。那这个中间值，好，我们把它给画出来了。如果说把1066加1247的话呢，那大概是1100多天啊，1100多天的时间点啊，也就是我们稍微拉一下，如果我们从前高点拉1100多天，那大概是在24年的年底，或者是25年的年初的时候呢，我们就有机会突破我们前一轮牛市的高点，也就是在69000的位置，大概是这么一回事的。那我们当然要提前做布局啊。其实我们在比特币牛市开始之前呢，小牛走完之后，减半行情之前呢，我们都会有一定程度的回落。当然，我们上一次呢，最明显的例子呢，就是我们在312。那312我们先把它给画出来了。312呢，我们先用个圈圈把它给圈出来，在这个地方，当时我们产生了暴跌。那这个暴跌呢，我们给它标示一下日期哦，是在2020年的3月，这个位置，在2020年的3月，好，2020的3月，那当然日期就比较还好，毕竟我们抓这么大周线级别，我们去抓到几月几号呢？我认为意义真的不是很大。那当时我们就出现这种牛市开始之前的暴跌轻杠杆，大牛开始前，然后暴跌轻杠杆。那我们当时呢，跌的幅度啊是多少呢？大概是60%左右，当时跌了60%，负60%，我可以量给大家看哦。好，我们看一下我们所做的整理，从最上面呢，阶段性的高点到阶段性的低点，大概是63%，我们就取一个整数吧，大概是60。好，那其实我们在过往的行情，我们都可以见到这种行为。比如说呢，我们在这个位置啊，2016年的7月的时候，因为我们都知道比特币是4年一轮的周期嘛，所以我们其实这种暴点，它也有按照这种时间周期在运行的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。我们看一下这次的整理。那我们在这个位置呢，我们看一下
这个位置我们就是在2016年的8月的时候，2016的8月，那你也可以看到，2016跟2020呢，大概是差了4年的时间，因为比特币呢它就是4年一轮的。那这次跌的幅度呢，就是大概是40%左右，这次是跌的比较没有像前面这次这么夸张。那大家也不要忘记40%其实也是很夸张啊，非常夸张。40%是什么概念呢？如果说我们现在的这个价位啊，比如说我们在4万好了，4万跌40%就是跌16000刀，也就是到24000刀到24000刀，从4万跌到24000，就是40%的这种跌幅。那大家可以想象一下，我们在牛市开始之前呢，是经历过了这种级别的轻杠杆。好，那我们整理完之后呢，2020、2016，再上一次就是2012。好，那2012我们当时呢，在这个位置，我们也产生了这样的行为，轻杠杆的行为啊。好，我们一样在这个位置呢，把它给做很明确的标记啊，在这个位置。那当时跌的呢，就没有像我们刚刚看的那么夸张啊，但它也跌了很多。当时我们是跌了，好，这样我们再把它往下一下。当时我们是跌了40%，那我们是在2012年的8月，好，在这个位置。那我们才测量一下它的跌幅吧，它跌幅真的还是很大的，从最高点到最低点呢，大概是50%，不好意思，50%。这次是50%，50%、40%、60%，所以我们来纵观一下这整个图表好了。我们来纵观一下基本上呢，我们在2012、2016、2020，我们都产生了大牛市开始之前的轻杠杆。那我认为我们在这一次呢，也就是在2024年的时候呢，我们也会出现这种轻杠杆。那只要出现的话，就是我们非常好的买入时机点了。那3月我们当时呢是经历了一个消息面嘛，因为有 COVID-19， 就是冠状病毒的疫情，那导致了这一波的暴跌。那其实我们上2次呢，都在8月。那我认为我们这一次呢，很有可能就会出现在2024年的3月到8月之间。那我认为会在减半之前，所以我们就取一个可能2024年的4、5月左右吧。那我认为我们会有一个大暴跌。那如果说我们出现在这种位置的时候呢，我们就可以入场了，就可以重新入场了，或者说为我们的大牛市做准备。为我们大牛市做准备，可能在3到5月的这种位置，那会跌多少呢？不知道，但是我相信它会是一场暴跌。我们可以稍微看一下我们所做的这个总整理啊，就是大家可以看到，在2024年的3到5月间呢，我认为会有一次大暴跌，然后来在牛市之前的轻杠杆，总不可能在大牛市开始之前，然后让这些带着高杠杆的人都一路吃到整个牛市的红利不可能。2024往4年前推，2020的3月，然后再往4年，2016的8月，再往前2012的8月，基本上就这几次。那我们在之前呢，大牛市开始之前，我们都有见到这种行为，我也认为我们这一次呢是会见到的。那如果说我们见到的话，就会是我们再次买入现货，再次抄底最好的时机点了。好，那我们再回看一下比特币的小周期盘面吧。这是4小时那这就是我们当前所操作的盘面。我认为我们目前比特币呢，它对前高点做了很强势的突破，确实是蛮强势的。但是呢，我们就不能再往回头了，我们不能再回到38000的下方。如果说我们再回到38000的下方的话呢，那盘面就会慢慢变得对多头比较没有那么有利。现在我们还是蛮强势的，等于说我们回调之后呢，还是继续往上涨，但是我们真的就不能再回到38000了，不然我们就会对这个地方呢做太多次的假突破。这样就真的非常不好，所以大家可以注意一下今天的价位呢，它还有没有维持在原本的高点之上。那我们在今天的直播呢，我们有分享非常多很多不一样的分析其他的分析。那如果你也有兴趣的话，可以看一下我们刚刚完成的那场直播，非常精彩。好，非常欢迎大家帮我的影片点赞、订阅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，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，真的非常感谢各位，拜拜。